在这一场中日大战里面，我们常提到一个人叫做吴世南，还记得那个画面吗？没有想到，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的旅游数据哦，中国人在11月比去年11月还增加了3%。今天中国人不是说不要去日本的吗？这就是所谓的理想很丰满啊，但现实都是脂肪肝。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网友啊有够臭酸的。对不对？我想说你们怎么可以臭酸到这种地步呢？的确，旅游人次呢持续的增加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叫做黄教授的这种网友说，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收拾它？我们要讨伐高市早苗。我跟你讲，我光看这张图片就不对了。为什么？他怎么会摆一张这么漂亮高市早苗的照片？可爱，这一定是来反串的嘛！你中国网友今天是放一些丑图的嘛？来，第一个公布财产，吓死他！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网友这样写吗？很多台湾人可能不理解，中国的官员是不用公布财产的所以来臭酸嘛，说你们中国官员都不公布嘛，加入日本国籍，投票不选他，这个更好搞笑。他的意思说他要赶快移民嘛，所以你以为什么加入日本国籍，他就想当日本人，不想要当中国人啊？来，这个我就更猛哈，来。派出第一队城管人员，在不打招呼的前提状况下拆了他家，然后说不知道谁拆的，可能是临时工干的。兄弟啊，你有切身之痛哦，你是不是不知道被拆了几栋？中国就是这样干，所以你看哦，给他一辆飞镖电瓶车，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是什么叫飞镖？电瓶车有标准，新标准，新标准。他的意思说就是我们讲学中国那一套嘛，把他的电瓶车没收嘛，然后呢让公安去抓他嘛，跟放他去汪大使的影片，去柬埔寨电诈圆圈，给他的行程附红码，意思说呢标记他的位置，这个我觉得太粗暴了。对，因为我看到这个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他说把他忽悠到做全套体检，再告诉他问题很严重，要做深度检查，在湘雅医院做手术。赵尔，你知道去湘雅医院会怎么样吗？那个就传说中要去把器官摘掉那里啊。不是，你头痛去你会变脑死啊。那你肚子痛去你整个器官会被掏空，那就这莫名其妙嘛。所以我想各位啊，别看了，你整段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中国网友我们看如果做一个民调，高市早苗跟习近平的支持度，我觉得这个结果可能会不太好看。但是你知道吗？接下来的东西这个更粗暴了，这个叫《华尔街日报》。这是他们一个特派的专员首席记者叫做魏玲玲，他说习近平的外交高光难掩中国的经济困境。那什么叫做外交高光？就我们刚才讲了嘛 ，APEC 很屌嘛，然后我们讲这个每个地方都很炫嘛，感觉我们讲财大气粗嘛。结果呢，它的房地产导致呢贬值之后，中国的家庭财富缩水，而且呢，中国的家庭财富占比70%都是房地产。换言之，今天代表中国人的财产里面有70%都在大幅度的崩溃，而且他说我一发之后。马上强烈的读者投诉反应，换言之，什么样的中国人会去看《华尔街日报》？我不会演的讲，比较属于经济水平好一点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痛中之痛嘛。马上有一个银行经理叫做 Michael Huang， 我本来呢在2019年我买一栋房，他买很贵1平方米。中国不是用平，它是用平方米的，人民币11万，所以大概我们讲50万台币左右，贵非常贵。你换算成平的话，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可能我们讲破100万结果他说当时可以跟曼哈顿房价比，结果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吗？他说他现在失业了，然后失业了背着房贷，背着房贷之后呢，房子还一直下跌。照我看这张表，对，你知道这个曲线是什么吗？2张你看这边曾经上涨，到这边全部都下跌，这就是中国的房价。中国的房价现在。每一个都跟崩盘跳水一样。来，11月份新房价下跌2.4%，跌势呢加4%，甚至是1线城市越有钱的越惨下跌5.8%，二线5.6%跟5.8%。各位，你以为这没有什么吗？你自己算算年复合率，那会有多可怕？对，代表他们的房市一路崩到现在，那个是腰斩再腰斩啦。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啦，现在上海你如果随便去抖音上，你就会看到。黄埔外滩，这个你会跟我讲说不是蛋黄区吗？来，16平带露台江景房，这个地方很漂亮，非常漂亮。对，看到我都想买，因为你看放眼望过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讲很漂亮的一条我们讲江上海黄埔嘛。结果他说原价呢多少钱啊？原价呢是我们讲了1600万人民币，现景405万，1600万跌到405万，那个叫做1/4，价格直接砍成这样。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砍最凶吗？是豪宅对，那你讲到重点，知道了，就是因为豪宅才砍得凶啊，顶端消费都已经被消灭啦，没有人买得起，你越贵砍越凶啊。来，那我们讲小一点的不要讲那么贵，我们讲的平民买得起的。他说这个叫上海业主他突然就大哭，你看他哭什么呢？他要卖房子。你有看过这种卖房子在哭的吗？没有吧？因为第一个，他原价买400多万人民币，大概台币1600、1800，
不算贵了吧？最多给你2000好不好？就他说他现在188呢，就得卖掉啊，因为没人要买。这是我们讲物业跟他讲说，你们188，你这个卖不掉了啊，那188讨个吉利，所以它价格已经打到188。然后我跟你讲，你仔细看哦，它这个房子真的蛮漂亮，离地铁只有200公尺。你看哦，它有1层楼、2层楼，然后呢美轮美奂的装潢几乎我们讲全新的，所以没办法啊，他只能哭啊。但你知道更可恶是什么吗？他不是说你现在中国政府是明着要抢了是吗？就有一个人哈。他的表姐生病破北，46岁也是在上海。那生病之后呢，他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我觉得他送到医院去离世这件事情也很奇怪，因为本来是说他的头晕不太舒服，就送到医院之后呢，变成是脑溢血。我就看了我也怪，但是没关系，因为他2个月之后呢就已经离世。对，那当中呢是谁？因为他没有近亲，他都是一些远房亲戚，他没有子女，他爸爸妈妈也死掉了。对，那这些远房亲戚呢，就来帮他去付这个所谓的医药费，因为本来想说会好转的嘛，所以4万人民币、2万人民币这样陆陆续续要那个恐了，最后花了多少钱？21万左右，就花到21万了，因为金额5000万哦，一直这样往上叠加，往上叠加。然后呢，那医院就一直打电话联系他的远亲哦，这种吴先生说，吴先生，你要不要赶快再缴钱？然后呢，他也持续的一直在帮他缴这个钱，结果没想到缴到后来，你知道干嘛吗？这个女的病情急转直下，突然间骤逝之后呢，他一定想说，哇，问题是这个女的身家财产其实蛮多的嘛，她也有房子啊，她也有存款啊，那这些家人想说，哎。不幸你都已经走了，那就跟这个相关的这种我们讲区公所讲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医药费啊补给我？就你知道区公所跟他说什么吗？区书记不行，这全部充公。民政局说，全部的财产都充公，我的遗产你要帮我充公，我那前面的治疗费你也不要帮忙付一下。那你自愿付的。那个没办法的，这也太惨了。他毕竟我讲，他没有建枪嘛，就没办法传承啊。这个没有所谓遗产的问题啊。你跟他远亲，那你自愿要做善事啊，你积功德啊，所以他就完全钱不给他。那后来他亲戚才太坏了啦。他亲戚想要摸摸鼻子，想说算了，我就认了，好不好？人死为大，来就是这个远房表弟吴先生。结果他说。那我帮他自办丧事可以吧？人总要走得体体面面的吧？弄一个我们讲的丧事，然后呢办理我们讲棺木，然后呢甚至呢烧成灰之后呢让他住在一个地方。结果你知道他们的民政局有多狠？跟他讲说，绝不可能，我顶多帮你办一件事情，海葬就是要把人烧一烧之后撒到海里面。你看到中国政府吃到这种程度，连人死了骨头也不吐。这叫什么？挫骨扬灰，你的1分钱全部共产党都要拿走。建平，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拼多多的事情，拼多多事情在中国整个炸开，为什么？拼多多的员工竟然敢去打中共的官员，打到之后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原来拼多多是国企，是党的，原来只有所以是等于是2个党，同样一个党。打，都是习近平的人。好，现在问题点是你毕竟打人，你要负这个责任。你拼多多员工是不是该惩罚？要吧？结果那些打人的没有事情，现在反而是拼多多那一些跟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关联的人都被 fire 了。上次节目中讲过的123事件，123事件什么？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稽查局的这个官员就跑到拼多多去上海的这个办公室去查了嘛。查了之后呢，结果拼多多的这个里面的管理人员高层也不爽啊，两边一言不合，甚至言辞挑衅，就大打出手。后来被上海市的长宁区的公安带回去，做一个这个整个调查，以妨碍公务办了不少人。但是其实据说啊，参与打架事件在拼多多里面只有3个人。但是这次被人家爆料，这个你看到他的这个爆料信，他是写给国家市场监管局的总局，人家具名举报市场监管总局的稽查局的4处处长韩斌。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啊，他似乎没有放下个人的情绪，而且去影响到整个拼多多的高层，为了平息纠纷，结果导致刚刚我不是说3个人参与斗殴吗？结果变成他要辞退，不法这个解雇30个人，让这个员工莫名其妙了。而这个员工具名举报的人叫做涂拓航，他这边已经写出了，你看他都敢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他是在拼多多工作了7年多，拼多多是一个大陆的电商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个涂拓航是我根本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对，为什么下野？因为打架的时候他在北京啊，关我什么事啊？但是他也被这个辞退啊，里面就跟大家讲，他这边当时他里面有跟这个拼多多的联合创始人范杰真讲说，他本人并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你看，而且日常工作也不对接这些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员，可是他却被这个fire 掉了。所以他在后来在网络上有人在关心他的时候，他说他人身安全是 OK。
但是呢，他因为突然被解雇，老爸又生重病住院，所以家庭经济陷入困顿。他说：“这千古奇冤，沉埋日月啊，含冤受辱，气血难平呐。”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其心可照日月，要跟上面上访请冤呐、拜托啊！所以他写到了这个监管总局去，里面为什么框起来这边，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是12月3号发生的事情，然后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冲突，拼多多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不配合调查，所以这个发生了打架事件，然后结果就牵连到他什么12月6号、8号、10号，他去外地出差，甚至回到北京，突然被叫到上海，就跟他说拿了这个名单，你被辞退了。他表示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其中呢，这个创始的这个负责人范杰珍有跟他讲，他辞退30个人，是因为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开过会，讨论过后，跟这个韩彬处长汇报的，达成了一致意见。达成意见的结论的时候呢，韩彬处长在听到这个拼多多要把这个30个人 fire 掉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当场怎么讲吗？喜闻乐见。你会不会觉得在看古装剧啊？突然觉得他上面的帽子好高好大，然后留个胡子这样，喜闻乐见，而且还要这边抓2下那一种，喜闻乐见，这是官呐！所以呢，没想到他这样的一个反应之后，12月8号下午，拼多多的联席 CEO 赵家珍，还有这个他的一个里面的这个他的首席发展官朱正，当然加上这个。范杰珍，他们3个人就跑去见这个韩彬处长，然后把他们的这个资料调递上去之后呢，当面也向韩彬处长表达歉意，然后也希望能够韩彬处长放下个人的这个情绪，就把这个事情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放过拼多多。可是如果是照这个图托韩所爆料的，你是按照。把30个人无关人等，包括他在内，对，那不是很冤吗？超级冤的、关我什么事啊？那照理说，你范杰珍你自己应该负责，你是公司负责人，你是创始人，你出了这个事情，你自己没办法摆平，你怎么连坐从上到下，连坐到你的员工去呢？所以他现在在这边讲说，目前在拼多多暴力辞退的30个人，一夜之间失业，家庭经济陷入困顿，不能因为需要讨好韩彬处长就不讲事实，无视责任归属啊，粗暴执行。妄杀无辜式的人事处理，让我们背负工作重大失误，得到一纸冰冷的辞退通知书，戴上一纸近乎赶尽杀绝的黑帽，对我们的职业生涯进行死亡的审判。他形容这个叫做甩锅式的灭口，对，然后对他是那种杀良请罪的，把他们当成戴罪羔羊。所以难怪图拓行会发出不平之鸣。像这样的一个拼多多里面的人，还有包括在商场上工作，是不是只是冰山之一角呢？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